大家好，这被水池环绕的中央区块因为想到的用途很多啦，却反而是造成绑手绑脚的原因当初想到的是呢，这可以拿来当做简易堆肥槽啦，将带土杂草呢往内部丢之后呢，腐化过程产生的易肥可以渗入土壤再透过毛细现象呢往环绕水池跑另外呢，层层堆叠的杂草呢，也可以充当有机的食物提供给蚯蚓食用再转化成养分带土杂草留下的土壤呢，也可以变成腐殖土或养分土当然，如果要让内部呢自动可以维持很高的湿度大约要再往下挖个10公分就可以透过毛细现象自动进水了。来完成呢水耕的功能直接呢还可以避免掉福寿螺的侵袭这也是选择越多越难抉择的原因而最近呢总觉得有些观众朋友的种植空间呢出现不够使用的情形今天就利用这部影片把提及的可能性呢演示一遍顺道呢做个混合种植等待中间杂草干化的过程呢，有个意外发现就是内部的大陆妹长得异常的好了，但这其实连浇水也都没有做会有这种现象呢，最大的原因是内部的土壤非常疏松刚好非常符合土壤保有湿度呢，但又很透气的条件于是又将大量的大坪呢往内部盖这些大坪在没有提供水的条件下呢，干化的速度非常快之外甚至呢只要几天就会完全被分解消化掉了至于主要是被谁吃掉了实在是不好说至于中央不断堆叠的杂草呢，本来是想要晒干后将表面的杂草呢直接草木灰化了，但是天气呢一直缺乏连续3-4天的强日照也就只好将这些要干不干的杂草呢先移到其他的堆草槽区而中间留下的呢就是带土杂草自动分离出来的土壤这些已经含有大量的腐殖质只是呢没有经过处理呢，会有很多草籽目前就先保留在原地而凹槽的部分呢，有个重大发现除了自动维持高湿度的土壤呢，这里面的蚯蚓数量非常惊人外还都是非常粗大的蚯蚓猜测这跟大坪的高植物蛋白应该有相当大的关系更可从沟槽里挖到一旁的土壤呢，可以看到都是潮湿的黑土了。对于新进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呢，到底有没有要种但对于忠实的观众朋友呢，却会比较想知道种植过程获得的经验这里要种植的作物呢，以前的影片其实都有做过细部的生长记录了。所以影片呢才会改成用这种方式呈现如果对于这些作物呢想看详细的种植生长过程呢，直接从播放清单里面找会比较快速且清楚啦。这槽内呢目前是预计要种4种作物以上而且是将对水分要求不同的作物种在一起所以呢，除了搭了棚架外呢，也将内部的沟槽略有挖深来让沟槽里面的土壤呢维持高湿度外呢，较高位置的土壤呢也有自动进行毛细现象吸水制造疏松透气的土壤环境下方的作物呢，除了有半水耕的效果外呢，棚架也有提供半遮阳的效果虽然搭棚架的方式有点奇怪，不过还是搞定了就可以让第一道菜进场了第一道菜是呢，事先在反季节种植区旁的长江豆
育苗的过程呢，混在反季节种植区的影片中啊。长江豆要长得好呢，对于日照需求比较高哈。移植的时候呢，只要事先将土壤浇湿一点哈，挖起时呢就很容易带起比较大的土壤团粒啦。这种移植的方式呢，失败率几乎为零哈。至于为何要将豆科植物呢与叶菜类植物种在一起啊？除了遮阳效果外呢，一个额外的好处是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叶菜类作物呢比较需要氮肥刚好是可以共生利用啊。一般的种植方法呢，移植后的前3天最好要保持土壤的湿度啦。不过呢，适逢下雨就连浇水也都省了啦，因为这土壤相对比较高啦，让长江豆的根系自动往下去吸水就可以了。而这叶片比较大呢，攀爬在土壤表面的则是小玉西瓜啦。在较高的位置上呢，完全不受下雨的影响。接着这低洼处的土壤深度经过观察与调整后呢，已经可以自动维持到非常潮湿啦。目前这样的深度呢，刚好可以自动将环绕水池的水吸上来了。不好蔓延的位置呢，就改用毛细现象吸水了。这样可以省掉浇水的麻烦还可以让一旁的土壤呢维持疏松啦。现在种植的则是空心菜空心菜跟地瓜叶一样随便直接扦插就可以活了。空心菜做的实验影片呢也不算少就是了。现在采用移植的原因呢，是因为后院的种植位置上又搭了不同形式的棚架啦，只好先进行移植而空心菜要好吃呢，除了湿度外呢，需要进行遮阳啦。通常家庭式种植呢，会覆盖上黑网如果想省麻烦的话呢，那只需要种密集一点效果也是很不错啦。最后来分享一个字就可以让狗听话的方法。好，这个字呢通常很好用很多人在喂食前呢，会先让狗先坐好，冷静一下而开动的口令呢，通常就是好。所以呢，当叫不回来时呢，只要说好，它就会乖乖上来了。原本躺在网子上睡觉的拿瓦呢，也一样高兴的站起来摇尾巴了。谢谢收看。